顾之涵，顾之涵，看这里！顾老师，今晚拿下年度影帝，有没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？顾老师，故事娱乐接下来是不是有大动作？听说儿童公益项目今晚也会公布代言人，是真的吗？之涵，前面还有3分钟采访，采访完就去小厅。顾总那边已经安排好了，念安的公益代言今晚顺势官宣，热度正好接上。这是顾家那边定下来的，老爷子也知道，念安这2年口碑好，小朋友形象干净，放在公益项目上很稳。念安，等会儿记者问你愿不愿意做公益，你就说愿帮更多小朋友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妈妈。念安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儿，顾家下一代总要有人出来撑场面。志涵忙着拍戏，家里这些事儿他一个人顾不过来。顾总说的对，念安现在热度也不低，国民小公主嘛。走吧，别让媒体等太久。小朋友，你不能进去，这里不是观众席。叔叔，我不进去，我就找个人。你家大人呢？你的票呢？我没有票，我有付款码。顾之涵叔叔，我妈妈说你欠我3年抚养费，你现在拿奖了，应该有钱吧？关镜头！先关镜头！这是哪里来的孩子？你就是顾之涵吗？我在电视上见过你，可是电视上的你比较大，这里看着也大。小朋友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你家大人在哪儿？谁带你来的？我没有走错，我妈妈说要是没有饭吃就来找顾之涵报销，她说别人不管用，只有她欠我的。报销抚养费？这孩子说的也太清楚了吧！先把孩子带到休息室，不要让媒体拍，动作轻一点，别出画面事故。我不走，我妈妈说如果大人让我跟陌生人走，我要先问清楚。你们是顾之涵吗？我们不是坏人，只是带你去等你妈妈。我妈妈不来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江婆婆说妈妈太累了，要睡很久很久，她让我自己来。你叫什么？我叫宋诺诺，糯米的糯，诺诺的诺。妈妈说我小时候像小汤圆，软趴趴的，所以叫诺诺。你妈妈叫什么？宋碗糖，晚上的碗，海棠花的棠。妈妈写剧本很厉害，就是赚钱不太厉害。之涵，现在有些人为了蹭热度，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。孩子可怜归可怜，但今晚这么媒体，不能让人牵着鼻子走。是啊，宋婉堂当年什么情况？家里不是不知道，现在突然冒出个孩子，还刚好赶在念安官宣前，这时间点太巧了。我不是冒出来的，我是坐公交车来的，还转了一趟地铁。江婆婆给我画了路线，我没有逃票。你找错人了吧？顾叔叔很忙，不是谁都能见的。可是妈妈说她欠我的，跟钱也不能因为忙就不还呀。小朋友，有些话不能乱说。是谁教你来的？你妈妈还是别人？一罐奶粉78块6，退烧贴29块9，幼儿园午餐费1个月38，还有这个。妈妈说这个比较贵，是房租，先不报，等爸爸有钱再说。之涵，不能在这里处理，热搜肯定已经起来了，我们先控场。这张纸可以作假，孩子的话也可能是提前交的。不是假的，我妈妈写字可好看了，隔壁王奶奶都说她写的字能卖钱，就是没人买。我还有这个，妈妈包里就剩8块6，她说路上不能买糖，要留着坐车，我没买糖。哥，热搜已经有词条了，狗仔发了9宫格，标题很缺德。能压吗？压得住词条，压不住人嘴。现在的问题不是热搜，是这孩子到底是谁？有一点，你看起来像会收律师费。放心，3岁半以下免费咨询。那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问。顾之涵叔叔会不会因为我让他上热搜就不报销了？谁带你来的？江婆婆带我到门口，她腿疼走不快，我自己进来的。谁告诉你今晚我在这里？电视上说的。谁教你举付款码？妈妈教的。妈妈说现在大人都不带现金，收钱要跟上时代。这句不像水军写的。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之涵，我知道你听到宋婉堂的名字会受影响，但你别忘了，当年他拿钱走是事实。今晚这个孩子一来，念安的公益官宣全被盖过去。先报警也行，先做鉴定也行，但不能让孩子留在你身边。万一被拍到更多画面，明天全网都会说顾家乱认孩子。
我不是来乱认的。妈妈说只能找顾之涵，不能找别人。她说如果他不认，也不要吵，不要闹，把东西给他看就行。什么东西？妈妈说这个不能给别人看，可是你是顾之涵的话，可以看一下，只能一下下。之涵，这是什么？叔叔，这个很贵吗？我没有偷，是妈妈给我的。妈妈说万一报销单不够，这个可以证明你认识他。妈妈说你脾气不好，但不是坏人。他还说什么？还说你拍哭戏很厉害，生活里不太厉害。他说你吃饭老是不按时，胃会疼，不能喝冰水。这些也不能说明什么。宋婉堂以前跟之涵在一起过，知道他的习惯不奇怪。孩子小，被大人教几句话也不是难事。我不是背台词，我背台词没有这么好。妈妈说我记性一般。媒体那边先停，今晚所有采访取消。之涵，今晚你刚拿影帝，现在取消采访，会被说心虚。那就让他们说。你不能这么任性。故事公益项目今晚也要官宣，念安等了这么久。之涵，你别吓着孩子。公益项目明天再说。之涵，念安也是孩子，你为了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孩，把他今晚的安排全取消，他心里怎么想？不用取消，我可以等的，我报销也不急，明天也行。妈妈说不能耽误别人上班。你说不急，那你为什么偏偏今天来？因为妈妈睡着了。江婆婆说她以前让我不要来，说顾之涵很忙，可是后来江婆婆说再不来我就真的没人管了。宋婉堂什么时候走的？上个月，医院白白的，妈妈手很凉，江婆婆不让我吵她，说她太累了。查宋婉堂近3年住址、医院登记、孩子出生证明全部加急，还有今晚现场所有狗仔名单，谁发了原视频，谁剪了恶意标题，都留证。叔叔，死亡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很累，要睡很久。那妈妈睡醒会来接我吗？我知道她要睡很久，江婆婆哭的时候我就知道了。可是妈妈说我要乖一点，不能给别人添麻烦。可以摸。妈妈说如果你真的是爸爸，可以摸一下，但是不能把我的头发弄乱，等会儿上镜会不礼貌。之涵，热搜第1了。标题挺热闹，影帝领奖夜被3岁萌娃追讨抚养费，还有一个更离谱，顾之涵刚拿影帝就被迫试镜爸爸。先跟我去休息室。去休息室要收费吗？不是。有饭吗？有。可以打包吗？我吃不完，可以带给江婆婆。可以。那我去。不喜欢？喜欢，我怕吃了就没有了。吃，明天还有。后天呢？大后天呢？你说话算数吗？大人有时候会忘。都有，算数。哥，亲子鉴定必须做，今晚就安排。我同意。还有官方回应要谨慎，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太死。现在全网都在盯，一句话错了就是事故。3岁半，妈妈说半岁也要算，不能被大人占便宜。生日9月17号，妈妈说那天月亮很圆。时间对得上。诺诺，做亲子鉴定要取一点口腔细胞，用棉签轻轻刮一下嘴巴，不打针。会刮坏吗？我嘴巴还要吃蛋糕。不会，刮完还能吃。那爸爸要刮刮吗？不是，我是说顾之涵叔叔，他要刮吗？要。那就公平。妈妈说不能只检查小孩，大人也要检查。我去联系机构。我来。今晚这事儿已经被盯上了，机构必须我亲自安排，2家同时做。你怀疑有人动手脚？我不怀疑谁，我只是不想明天拿到一张让人笑话的报告。叔叔，我今晚能睡哪里？酒店。那我睡醒不会在门外吧？不会，保证。包里还有什么？妈妈的东西，那你也不能乱翻。妈妈说重要东西要等对的人看。我不拿。那谁是对的人？妈妈没说完，她咳嗽了好久，就睡着了。
志涵，品牌方都在问，粉丝后援会也炸了。现在有3种声音，一种说孩子是对家塞来的，一种说宋婉棠回来复仇，还有一种说你隐婚生女。最难处理的是，狗仔拍到了戒指，虽然没拍清，但已经有人在挖宋婉棠了。别动宋婉棠。什么意思？任何压热搜的方案，都不准把脏水泼到他身上。可是3年前的事大家都知道，他拿钱离开是现成的解释。只要把孩子的出现定义成他那边的炒作，你这边压力会小很多。我说了，不准。已经有人放宋婉棠救料了，500万退圈，疑似携款跑路，词条全起，动作够快。查源头，再查。还有一件事，宋婉棠死亡登记查到了，上个月27号，城南医院。诺诺这3年跟着一个姓姜的邻居生活，宋婉棠病得很重，后期连住院费都拖欠。妈妈，我找到他了，他有钱，应该不会借高利贷。不要拿，这是妈妈的。那兔兔睡中间，我睡边上就行，我怕弄皱床。不拿，怕你睡着硌到。床单可以换。换床单要钱吗？叔叔，明天可以先买最小罐的奶粉吗？我喝的少，大罐开了会坏。买大罐。那你真的有钱吗？有。哦，那你不要借高利贷。我没笑，我受过专业训练。真的。小叔叔，你要是笑了也不用赔，我妈妈说笑不犯法。谢谢提醒。看这个，狗仔拍的原视频已经全网传开了。热搜第1是顾之涵奶团讨债，第2是宋婉棠500万，第3是顾之涵试镜爸爸，第3个还挺缺德。鉴定什么时候出？加急，最快明早第1版，但我安排了2家，结果出来之前不做任何公开定论。他包里的东西，先别碰。哥，如果她真是你的女儿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先查清楚宋婉棠这3年怎么过的，然后把欠他们的一笔一笔还。看来这不是简单认亲，有人3年前做过局，宋婉棠临死前还在防着那个人。诺诺，爸爸在。热搜还在涨，工作室发了私人物处理中之后，粉丝吵得更厉害。有人说我们默认了，有人说我们在拖时间。之涵，今天必须给一个方向。坐进去一点。不用，这里就可以。这个沙发看起来很贵，我坐一点点，弄脏了也少赔一点。叔叔，我鞋底不脏，我进门之前在地毯上蹭过了。不用赔。真的不用吗？妈妈说住酒店东西都贵，水也贵，不能乱喝。拿温水，早餐，儿童脏餐具。叔叔，我不喝冰水，妈妈说胃会疼。之涵，现在不是照顾小孩的时候，我们要先弄清楚他到底是不是……诺诺，你昨晚说要报销，现在能给我们讲讲这些单子吗？好，我慢慢拿，不要急。这个奶粉妈妈说太贵，可以先报一半，不用都报，因为我后来喝的少了，也吃粥。为什么喝的少？妈妈说我长大了，不能一直花奶粉钱，还有奶粉罐打开以后要快点喝完，不然会坏，可是我喝不完就浪费。这个退烧贴是我发烧的时候贴的，妈妈说爸爸也有一半责任，因为我长得像你，可能发烧也像你。这个账算得挺新。妈妈说做人要讲道理，小孩生病爸爸妈妈都要管。这个幼儿园午餐费1个月380，妈妈说爸爸应该也有份，我不挑食的，胡萝卜也吃，就是青椒有一点点难吃。还有房租，这个先不报，妈妈说房租比较大，爸爸如果刚拿奖，奖金还没到账，可以晚一点。孩子，这些话都是你妈妈教你说的。妈妈教我怎么看单子，没教我骗人。阿姨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在背台词？我背不了这么多，我昨天背幼儿园儿歌都错了。江婆婆说我把小燕子背成小鸭子。
你们别忘了，现在全网都在看笑话。他说的再像真的，也可能是别人训练过的。我没有训练，妈妈病了以后，没人训练我，江婆婆只教我坐公交。你妈妈现在在哪儿？妈妈去很远的地方写剧本了。江婆婆说妈妈太累了，要睡很久很久，还说诺诺以后要自己吃饭，自己穿衣服，不能一直哭。可是我有时候还是想哭，我不是故意不乖。可以摸一下，我早上洗脸了。她病了多久？很久很久，妈妈以前还能抱我，后来只能坐着，再以后就躺着。她说躺着也能写剧本，就是电脑不能太重，让我不要压到她的线。线是那个插电的线，我没有压过。现在查这个会不会太快？万一被人带节奏，说我们连孩子母亲的隐私都翻。苏月，现在不是公关告怎么写的问题。宋婉堂如果真的死了，诺诺就是一个3岁半的孩子，一个人拿着付款码来找亲生父亲。我们先查清楚人是怎么没的，再谈外面怎么说。查，3年内住址、医院、缴费记录，谁照顾他们，谁接触过他们，全查。叔叔，你们要查妈妈，是因为妈妈做错事了吗？不是，不会。哦，网上的人骂她了，江婆婆不让我看手机，可是我昨天看见一点，他们说妈妈坏，说我是剧本娃。剧本娃是什么？是妈妈写出来的吗？已经骂到孩子身上了，谁放的？最早是几个娱乐号，口径差不多，都在提宋婉堂3年前拿500万离开。还有人说孩子出现的时间太巧，是冲着故事公益项目来的。稿子写得这么齐，键盘自己成精了。小叔叔，键盘会成精吗？一般不会，但有些人的键盘比较会胡说八道。那要批评键盘。对方手段隐蔽，可能需要一些时间。查营销号源头。那要批评键盘。查营销号源头。我会让团队查，但如果迁到顾家那边，照查。别直接说是我们给的料，就说宋婉堂当年拿钱走是圈里旧闻，现在孩子突然出现，大家自然会怀疑。重点带念安，让大家知道顾氏原本要官宣念安代言公益项目，现在被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孩搅黄了。加，你别做得太明显，顾晨舟那个人不好糊弄，他要是查到你头上，麻烦。不明显怎么把局面拉回来？昨晚念安的镜头全被那个野孩子抢了。顾之涵一句话取消官宣，老爷子那边也没表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真要把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小丫头认回去？妈妈，她真的是顾叔叔的女儿吗？当然不是，念安，你才是顾家从小养在明面上的小公主。你这些年做公益、拍宣传坡、参加活动，大家都喜欢你。一个拿着破单子来的小孩，怎么能跟你比？可是顾叔叔昨晚抱她了。那只是暂时安抚。小孩子别想这些，你记住，今晚原本是你的日子，是他抢了你的东西。那我还能当公益代言人吗？能，妈妈不会让别人抢走你的东西。亲子鉴定那边要盯住，只要结果不支持，顾之还在信上也没用，一个小孩而已，掀不起多大风。不打针，就用棉签在嘴巴里轻轻刮一下。会把嘴巴刮坏吗？我还要吃饭的。不会，你嘴巴很坚强，刮一下还能继续喝粥。爸爸也要刮吗？叔叔也要刮吗？那我先来吧，我勇敢一点，给你看看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没有坏，叔叔你不要怕，真的不疼，就是有点痒。你要是怕，我可以把兔兔借你抓一下。不用，你看着就行。很好，很勇敢。妈妈说大人也需要夸。不能完全保证，不是嘴巴，是棉签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嘴巴要出差。继续吃。叔叔，鉴定做完，你是不是就知道我是不是你的孩子了？那如果不是呢？如果不是，你还会把报销单还给我吗？我可以去找别人，但妈妈只写了你的名字，我有点不知道还能找谁。先不用想这个，那我提前告诉你，今天你不会被送走，明天也不会，后天也不会。那我可以住到鉴定出来吗？可以。那我少吃一点，酒店饭贵。中午准备儿童餐，
多准备一份。不用多，我吃不完浪费。多出来的可以打包给江婆婆。那可以，江婆婆喜欢吃软一点的饭。志涵，孩子还在这里，网上都闹成这样了，你也不怕影响他？万一最后鉴定不是，大家都不好收场。结果没出之前，他留在这里。你这不是给外面递话吗？媒体拍不到人就会乱写。老爷子那边也在问，故事股价今天都变动了。股价变动和一个3岁半孩子有什么关系？要不要我给董事会写一份说明，标题就叫资本市场被奶粉报销单击穿？陈州，这不是开玩笑。我也没开玩笑。昨晚开始，有人集中放宋晚堂3年前旧料，通稿口径一致，水军评论时间一致。二叔，你猜这算不算情？小朋友，大人的事你不懂。你妈妈当年拿了顾家的钱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妈妈没有钱，妈妈包里只有8块6，还有一张公交卡，她买药都要算好久，不可能有500万。你又没见过500万，你怎么知道没有？我没见过，可是妈妈如果有很多钱，就不会只给我买一只鞋底开胶的鞋。江婆婆说，妈妈连住院费都欠着。孩子当然不知道大人做过什么。你妈妈要是真清白，为什么3年不回来找志涵？为什么偏偏现在把你送来？妈妈想来的，她说等身体好一点就来，可是她后来总是睡觉，醒的时候很少。提醒我还是提醒他？你现在为了一个身份没定的孩子，这么跟我说话？二婶，念安也在，你真要当着2个孩子的面把大人的旧账说成这样？好，那就等鉴定。可我把话放这儿，如果结果不是，你必须立刻公开澄清，还念安一个说法。他昨晚的宫绢被毁了，不是小事。我不是故意毁他的，我只是找不到饭吃了。可是你来了以后，大家都不看我了。那这个给你，江婆婆给我的，我没舍得吃，吃了会开心一点。念安，不要随便拿别人东西。谁要你的糖？哦，那我下次问过再给。不喜欢，那怎么不进去？喜欢，这是给我的吗？住这里要钱吗？那我睡醒以后还会在这里吗？不会被放到门外吧？以前妈妈住院的时候，我在走廊椅子上睡，护士姐姐说小孩不能一直待那里，江婆婆来接我，我才没在门外。不会，今晚你睡在这里，明天醒来还在这里。门不会锁，外面有人守着。你想找我就喊一声，我会过来。不要因为我吃了蛋糕就把我放出去，也不要因为我说错话，也不要因为鉴定没出来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你说话算数吗？算数。那兔兔可以睡中间吗？他胆子小。可以，兔兔今晚享受贵宾待遇。贵宾要收费吗？今晚免单。你会走吗？等你睡着再走。那你会唱歌吗？影帝不会唱摇篮曲？你去看报告进度。我去看报告进度。叔叔，你讲的像电视里开会，也挺好的，我努力睡。宋晚堂的死亡记录确认了，上个月27号，城南医院。病因还要调完整病历，但她后期确实拖欠住院费。江婆婆是她租住房子的邻居，帮忙照看诺诺。那500万呢？如果她当年拿了钱，不该过成这样。所以要查。鉴定结果，第一家机构出了加急出版，支持顾之涵与诺诺存在亲缘关系，不是不支持。之涵，这个结果如果是真的，我们必须马上处理。孩子可以继续安置，但不能再让他跟你同框。怎么了？有意思，这家鉴定机构2年前换过公章，新章我上个月刚在别的案子里见过，现在这份报告盖的是旧章。说，不是有问题，是问题很大。样本刚送过去几个小时，加急报告就出来了，还盖旧章。第2家结果什么时候出？要么内部有人把旧模板拿出来糊弄我们，要么从一开始就有人等着这份不支持。明早，我已经让人封存第1家机构送检记录，谁接收样本，谁出的报告，
谁碰过系统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如果有人连亲子鉴定都敢动，那昨晚的热搜、宋婉堂的旧料，还有3年前那500万，就都不是巧合。查顾家旁支，从谁开始？谁最怕他留下，就从谁开始。志涵，我知道你现在不好受，但这份报告已经出来了。外面记者堵在酒店门口，品牌方也在问，我们必须马上发声明，先把关系撇清。报告说什么呀？说我可以报销吗？诺诺，阿姨不是针对你，但是现在结果显示，你和顾老师没有亲子关系，也就是说，你可能找错人了。找错了吗？志涵，孩子可以先安置，我们可以出钱照顾他，也可以帮他联系亲属，可你不能再把他留在身边。昨晚到现在，舆论已经压不住了。你刚拿影帝，不能因为一件没证实的事儿，把3年的作品全赔进去。阿姨，我不是骗子。妈妈说欠钱要有单子，我带单子来了。这个奶粉是真的，这个退烧贴也是真的。妈妈还说，如果大人不信，就让他们看字，她没有骗人。叔叔，我真的没有乱认爸爸，我没有见过很多大人，我只认识电视里的你。妈妈说只能找你，我就来找你了。没人说你是骗子，你是人，你是小孩，你先吃早饭。可是阿姨说假的，网上也说假的，他们说我是剧本娃，剧本娃是不是不用吃饭？那我还是人吗？那我还可以住这里吗？声明不发。可是报告已经顾晨舟说公章不对，但这只是他的判断，万一只是机构用错模板呢？我们不能拿你的事业赌。那就别赌，直接看证据。第一，这家机构2年前换过公章，新章编号和备案照片都在这里，报告上的章是旧章。第二，样本昨晚11点27分签收，按流程最快也要今天上午11点以后出初步结果。可这份报告系统生成时间是凌晨1点13分，2个小时不到，亲子鉴定跑得比外卖还快。第三，后台送检记录被改过，诺诺的样本编号原本是 N03， 凌晨1点02分被改成了 N08， N08 对应的是另一份无关样本。在哪儿？一家私人会所，顾明远常去的那家。小叔叔，所以我的嘴巴没有白白出差吗？没有，你的嘴巴很争气，是有人想让他背锅。嘴巴背不了锅，他没有手。有道理。第二家机构继续做，第一家机构所有数据保全，送检视频、签收记录、后台登录记录全部封存。联系律师，谁动过报告谁负责。志涵，如果真签到顾家旁支，事情会闹大。已经闹大了。志涵，报告我听说了，既然结果出来了，就别拖了。孩子可怜，我们顾家可以给钱照顾，但身份不能乱认。是啊，昨晚聂安的公益代言被耽误，我本来不想说什么，可现在网上全在骂，说顾家藏着私生女，说聂安是假公主，她才5岁，凭什么受这种委屈？你不是顾叔叔的孩子，为什么还在这里？我也在等报告。小叔叔说报告坏了。报告不是出来了吗？妈妈说不是。玩具也会坏，我的兔兔拉链就坏了。你不要装可怜。我没有装，我是真的有点可怜。诺诺，你还小，很多话可能是大人教你的。阿姨不是怪你，只是你妈妈当年的事儿顾家都知道，她拿了钱走，现在你又带着单子回来，这样对志涵和聂安都不公平。妈妈没有，妈妈买药都要数零钱，她的包里只有8块6，还有一张公交卡。她给我买草莓糖都要想很久。她如果有好多钱，为什么不买大罐奶粉？为什么还要把兔兔缝了又缝？那也不能证明我不是来抢你东西的，我来报销。二审，报告还没确认，你急什么？我急？志涵，我是替你急。你现在事业在最高点，被这种事拖住，外面多少人等着看你笑话。是啊，外面人很急，急到凌晨1点就把假报告做出来了。陈舟，话不能乱说，鉴定机构是正规机构，报告上白纸黑字。拿二叔看看，
旧章错编号，后台改记录，哪一条正规？技术问题而已。加急报告本来就可能有失误，你不能因为一个章就推翻结果。我也没推翻，所以第2家机构在做，第1家机构我也保全数据了。对了，改记录的登录 IP 在恒景会所，二叔熟吗？恒景会所每天那么多人，谁都能去，你别什么都往家里人身上扣。我还没说是家里人。妈妈，我们走吧。我没哭很多，不会把衣服弄脏。志涵，你别后悔。这句话，我也送给你。叔叔，买小罐就行，大罐太贵了，我喝的少，买大罐会坏，坏了就浪费。妈妈说浪费不好。拿大罐。可是大罐会不会让爸爸破产？诺诺，你爸爸目前买完这排奶粉，应该还能吃2顿饭。只能吃2顿吗？那也不要借高利贷。江婆婆说那个很可怕，借1块钱要还好多块。不借，那可以买。不用全拿，我只有一个身体，鞋也不用这么多，1双就够。哥，我以前那双还能穿，就是张嘴了。江婆婆说拿胶粘一下还能哥，撑。她说的有道理，你买衣服不是批发。合脚的都拿。爸爸，我不是故意叫的，我刚才太着急了。鉴定没出来也可以吗？可以叫，可以。那我先叫爸爸，等报告出来，如果不行，我再退回去。可以，反正你叫他叔叔，他也不会少买。服务意识很强。你很闲？不闲，我去结账。爸爸，如果你不会，可以不用说，我戴帽子也行。诺诺，你很善良。你出去。我不说了。轻一点，他年纪大了。不要拿，这是妈妈的，你们不能拿走。妈妈说这个不能丢了，就找不到家了。你们不要把妈妈拿走，我以后少吃饭，我不报销了。不是哥，是妈妈放的。妈妈说过什么没有？妈妈说，如果有人说他拿钱走，就把兔兔交给一个姓顾、看起来很凶但讲道理的叔叔。看起来很凶，但是你不坏，你还说3岁半以下免费咨询。他姓顾，看起来凶讲道理，应该是吧？谢谢你记得我的优惠政策。那你愿不愿意把兔兔给我？我保证，只看妈妈留下的东西，不伤害兔兔。要拆线的话，也会缝回去。你会缝吗？我可以找会缝的人。那兔兔会疼吗？不会，我们会轻一点。那你轻一点，妈妈在里面，不要吵醒她。姐姐，左边那只耳朵以前掉过，那里要小心，她身体不好。好，我慢慢来。他为什么会知道找你？3年前他离开顾家前给我发过消息，但我没收到。后来我换过几次手机备份要查。可如果他特意把东西留给我，说明他当年知道你联系不上，想找我。小叔叔，妈妈可以说话了吗？不会，小叔会保护好。U 盘进过水，也受过高温，外壳看着还行，里面芯片有损伤。录音笔也一样，电池鼓包，不能直接开机。什么意思？妈妈会没有了吗？能是，但不能保证。强行读取可能会永久损坏数据，最好送实验室做芯片级恢复。不会，我们不会弄坏。那你们不要弄坏，妈妈写剧本很辛苦的，她晚上咳嗽也要写。她说有些东西以后能帮诺诺回家。诺诺，我答应你，我会用最稳的办法修，没把握之前不乱动，今天免费。律师说话会不会比较贵？那你是好律师。送实验室，全程录像双人押送，任何人要碰，先给我打电话。明白。诺诺，告诉叔叔，今天都看到什么了？兔兔不疼了，困，但是我想等妈妈说话。妈妈的声音要等小叔修好，你先睡。那我睡醒以后，妈妈会不见吗？兔兔也不会不见吗？我也不会在门外吗？不会，不会。你在家里。这里是家吗？那我明天可以吃早饭吗？是，可以。后天呢？可以。大后天呢？一直可以。顾家暂时没有破产计划，
那也不要借高利贷。工作室那边还在等回复，第二家鉴定结果没出，U 盘又坏了。现在如果继续沉默，外媒会说你心虚。那就沉默。之涵，你不能只看孩子，你是演员，是顾氏娱乐的门面，品牌、电影、粉丝、公司都在你身上，你一句不回应，所有人都跟着你耗。他耗了3年，宋婉堂耗了3年，诺诺也耗了3年，他们等我没有等到，现在轮到别人等，有什么不行？好，我让团队只发1条，孩子已妥善照顾，相关信息正在核实，拒绝恶意造谣。宋婉堂那边不碰。第一家机构那边有人想删后台记录，被我们的人拦住了。对方动作很快，看来知道我们发现旧章了。不止，技术那边刚才也回了初步检测 ，U 盘损伤很重，读取目录失败，里面可能有剧本文件，也可能有音频文件，但现在打不开。妈妈，我没有弄丢兔兔。能恢复几成？他们不敢保证，强行打开有可能彻底报废。哥，从现在开始，诺诺身边不能离人。兔子包、报销单、戒指全部拍照留存。第一家机构热搜源头3年前500万流水一起查，查到底。孩子先留下，今晚办个家宴，不请外人，只让家里人见一面。爸，这是不是太急了？第二家鉴定结果还没正式拿到，第一家虽然有争议，但也不能完全不看。现在网上闹得这么大，您这个时候办家宴，外面会怎么想？外面怎么想，不是你一句话能管住的。一个3岁半的孩子找上门，顾家连一顿饭都不给他吃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担心之涵，也担心念安。念安的公益代言被压下去，现在如果让宋诺诺住进来，大家会觉得念安被换掉了。爷爷，我没有想抢他的东西。念安，大人的事儿不用你管。爸，话是这么说，可顾氏公益项目不是小事。念安这2年一直在做公益活动，媒体和品牌情况都认他。宋诺诺突然出现，身份没定，就把家里节奏全打乱了，这样对谁都不好。二叔，打乱节奏的是孩子，还是有人连夜发通告做假报告，删机构后台记录？陈州，你现在说话越来越没分寸了。我这人就这样，分寸一般，证据比较多。你不要什么都往我们身上扯。第一家机构出问题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网上那些人乱说话，也不是我们按着他们手发的。没人说你是骗子，你是人，你是小孩，你先吃早饭。当然来，都是一家人，孩子也可怜，我们没有不来的道理。那就这么定。还有，今晚谁敢拿孩子做文章，别怪我不留脸。顾叔叔，那个小妹妹以后真的要住在这里吗？她暂时住这里。那我呢？你也是顾家的孩子，没人赶你。这些，还有灰色那几照，都拿他的码。哥，你是送他去认亲，还是送他去参加公司上市敲点？好看是好看，但他3岁半，不是董事会伶俐董事。你让他穿这个出去，别人会以为他下一秒要宣布收购幼儿园。收购幼儿园要很多钱吗？很多。那不收购，爸爸还要买奶粉。先生，小朋友皮肤白，穿粉色会很可爱。这条是新款，裙摆不长，走路也方便。这个会不会很贵？不会，放心，买完还能吃饭，不借高利贷。小叔叔你也记住啦，妈妈也喜欢粉色，她以前有一条粉裙子，后来卖掉了。她说等以后赚钱再买一条更漂亮的。爸爸，我穿粉色会不会不礼貌？不会。那妈妈会看见吗？会。那我要穿给妈妈看。怕？一点点怕，但是我在爸爸旁边可以少怕一点。那就牵着。爸爸，你的手好大。就是这个孩子，长得还真像志涵小时候。像有什么用？像有什么用？报告不是说不支持吗？爸爸，我的耳朵自己听见了。别听，有什么话等老爷子问完再聊。过来，叫什么？爷爷好，我叫宋诺诺，糯米的糯。妈妈说我小时候像小汤圆。吃饭了吗？还没有，爸爸说这里有饭。有，坐爷爷旁边。
我会不会弄脏椅子？弄脏就换。你们家好多人说这句话。因为顾家暂时还买得起椅子。那也不要借高利贷。他最近在做顾家财务风险监督，说了他不太信。我信一点点，因为爸爸买了大罐奶粉。你还挺实在。爷爷刚才差点笑了，他以前看我拿奖也没有这样。别看了，等会儿去给爷爷敬茶，别忘了规矩。我吃很多会不会扣钱？不会，最多扣你爸爸的心。你一哭，他就少半条命。爸爸，你不要少命，我不哭。宋诺诺，你怎么不去甜品台？那里有很多小蛋糕，还有马卡龙。我可以去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你以前没参加过这种宴会吧？不过你要小心一点，那边杯子很贵，打碎了赔不起。那我不拿，我赔不起。念安也是好心提醒，诺诺刚来，不懂这些规矩，慢慢学就好。我会学的，我不怕。全部撤掉，换儿童杯，甜品切小份，放低一点。之涵，今天来的都是家里人，这样是不是太夸张了？孩子自己小心一点就行。孩子吃甜品，不是参加考试。二婶，要不我也提醒一下成年人，说话的时候小心一点，有些话很贵，说错了赔不起。陈舟，你非要这样夹枪带棒？没有，我讲普通话。爸爸不用扯，我不吃也行。想吃吗？想。那就吃。爸爸，这个好吃。喜欢就再拿。先吃一块。妈妈说甜的吃多了牙会生气。你妈妈教育体系挺完整。妈妈很厉害。陈舟，凡事讲证据，别先入为主。二叔放心，我这人别的不多，就是证据多。爸，念安这2年跟着公益团队做不少事，虽然今晚不正式官标，但也让家里人看看孩子的成长。姐姐好厉害，她会给小朋友发笔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谁放上去的？妈妈没有钱，妈妈包里只有8块6，还有一张公交卡，她没有500万。可是屏幕上写着啊，你不认识字吗？关不掉，系统被锁死了。我认识一点，可是妈妈没有。谁传出去的？志涵，原本今天不该说这些，可既然资料被放出来了，大家也都看见了。宋婉堂当年拿钱离开，这是事实。现在孩子突然回来，谁知道是不是有人教他来的？资料是谁放的？我怎么知道？现场这么多人，工作人员也多，现在重点不是谁放的，而是顾家的声誉怎么办？你要是现在认下他，外面只会说顾家被一个剧本娃拿捏。他是不坏小孩。第一，宋诺诺是我的女儿。第二，宋婉堂有没有拿顾家1分钱，我会查清楚。屏幕上的东西如果是真的，我认；如果是假的，谁做的，谁承担。志涵，鉴定结果还没完全出来，你现在说这种话，对顾家不负责。第三，谁拿一个孩子做局，谁拿死去的人造谣，我会让他付出代价。关门！今晚谁也不许走。爸，这样不合适吧？今天来的都是亲戚，还有公益项目合作方，传出去，人家会以为顾家出了什么大事。出了没有？查完就知道。保安封门，宴会厅监控全部保存，一段不准删。投屏电脑、后台账号、音响设备、路由器全部封存。现场工作人员手机登记，谁碰过设备，谁写说明。赵曼、顾晨舟，你这是把所有人当犯人。二婶，登记手机不会少块肉，如果只是误会，你急什么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普通话的意思。陈舟，别太过，家宴不是法庭，你也不是警察，所以我现在做的是证据保全，不是抓人。真要抓，也轮不到我。按他说的办。志涵哥哥，他们在吵架吗？我害怕。爸爸，我也要登记吗？我手机很旧，里面只有付款码。你不用。他的手机也要拍照留存，但不登记，防止以后有人说他现场操作投屏。我不会投屏，我连电视都不会开。妈妈说遥控器有时候比大人还难懂。这句也记录，排除嫌疑。别怕，不是你。
诺诺，你别怕，小叔是在查谁欺负你妈妈，不是查你。那你会查到吗？会。查到了要让他道歉吗？道歉只是起步。顾律师，查到后台登录记录了，投屏账号不是临时游客号，是故事公益项目内部后台。谁的权限？后台今天下午6点42分切换过权限，临时接管人是赵曼团队。妈妈，这只能说明我们团队接管过公益宣传包后台，不能说明投屏是我做的。念安今晚原本就要展示公益项目，我让团队检查设备很正常。正常。所以现在继续查，谁登录，谁上传文件，谁锁后台，都会有记录。爸爸妈妈真的没有500万，他要是有就会给我买草莓蛋糕了。我知道。你相信妈妈吗？我信。今晚的事到这里不是结束，是开始。顾老师、顾总，平台那边还在等确认，要是今天不发，预热资源会浪费一半。合作品牌也说最好给个准话。志涵，家事归家事，项目归项目，故事公益不是你一个人的东西，不能因为你个人情绪就按停。志涵，我知道你心疼那个孩子，可念安也是孩子啊。他为了这个公益项目准备了半年，排练、拍照、录视频，他每天都问我什么时候官宣。现在就因为宋念念一句话全停了，你让他怎么想？公益项目暂停官宣。你真要这样？所有对外物料下架重审，顾念安代言暂缓，资金审批也暂停。明白。暂停资金审批？你这是连基金管理也要停？二叔，昨晚投屏账号来自公益项目后台，权限刚好由二审团队临时接管，现在暂停资金审批，合情合理。要不继续放着，等人再投一次屏。顾晨舟，你不要一口一个我团队，后台权限是项目流程需要，不代表那件事是我做的。再说了，宋婉棠拿500万的转账记录摆在那里，你们不去查他，反倒查自己家人，是不是太可笑？查了，别急。志涵，你小时候我也照顾过你，念安这些年也一直叫你叔叔。你现在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，把我们一家推到所有人面前受审，真的合适吗？来路不明这4个字，你说过很多次。我只是就事论事。那就等亲子鉴定最终结果。第一份报告连章都是旧的，二叔还挺喜欢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假东西看多了会影响判断。志涵，外面又起节奏了，有人说你为了私生女暂停公益项目，害顾念安被换掉，还有一批号继续刷宋婉棠500万，说她死了也不清白。源头有几个号跟昨晚那笔号重合？你看我干什么？网上那么多人说话，难道都算到我头上？我还说有人故意挑拨顾家呢。好，继续查。水军花钱总有付款记录，谁买的套餐，谁买的套餐，谁建的群，总会有人留下尾巴。爸爸，你开完会了吗？我又叫错了。没叫错。可是报告还没有说完。报告已经说完了。上面写我嘴巴有没有白出差吗？这次没白出差。那是什么意思？让你爸爸说。诺诺，我是你爸爸。真的呀？真的。不是试用的。不是。那爸爸你别哭，妈妈说大人哭的时候小孩不能笑，会不礼貌。诺诺，你爸爸这不是哭，是眼睛进了报告。纸不能进眼睛，会疼的。志涵，我之前说孩子可能是假的，是我判断错了。阿姨，你不用给我道歉，你不认识我，怕被骗也正常。江婆婆买菜也会挑一挑。该道歉的是我。可是你没骂我呀。我来晚了。那以后早点来吃饭就行，妈妈说知道改就是好大人。
500万的源头查到了，当年这笔钱确实从顾氏家族基金关联账户转出，账面备注是编剧项目补偿款，收款账户名字叫宋婉堂。那不就坐实了吗？听完。这个账户虽然挂名宋婉堂，但开户资料有问题，身份证复印件边缘有2次扫描痕迹，开户手机号不是宋婉堂本人常用号码。更关键的是，资金到账后3分钟就被拆分转出。转到哪里了？转到哪里？4笔。第一笔180万，进了明源影视文化；第二笔120万，进了远州影业；第3笔150万，进了川海制作。那最后一笔呢？50万，进了赵曼娘家开的咨询公司，名义是公关顾问费。这3家公司法人不同，但背后实际控制人都是顾明远。所以宋婉堂只是被冒名开户，钱根本没到他手里。从现有流水看是这样，他本人没有使用记录，这个账户开完收钱转走后就再也没有正常消费，后面还被注销了。做局的人很熟悉顾氏基金流程，也知道怎么把钱包装成他拿走。3年前哥在国外拍戏，宋婉婷联系不上他，只要一份转账记录，再加一批通告，足够把他定死。他那时候怀着诺诺。明天老爷子会看这些，二叔二婶也得给个说法。哥，你去哪儿？去看诺诺。爸，您一大早叫我们来是为了什么？念安昨晚没睡好，今天还要去上课。爸爸，这个可以可以玩吗？顾明远，赵曼，解释。这资料哪来的？爸，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？银行流水、工商资料、开户记录都是正规渠道调的。二叔放心，不是从键盘精那儿买的。又是那个会胡说八道的键盘吗？这次是会转账的键盘。爸，这不是我们做的，这些公司我也不管，咨询公司是我娘家开的，收过什么钱我怎么知道？有人想害我们太容易了。钱进你娘家公司，你说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。3年前那么多项目，资金往来多，谁能记得每一笔？再说宋婉堂当年自己离开，谁知道他跟外面什么人有来往？到现在还要往他身上推。我推什么了？我只是说事实。你现在亲子鉴定出来了，就把所有错都怪到我们头上。知涵、念安也是顾家孩子，你有没有想过他什么都没做，现在被全网骂假公主。妈妈，我不想被骂。念安不怕，妈妈不会让别人欺负你。从今天起，顾明远一家暂停参与顾氏基金所有事务，公益项目重新审查，所有资金流水全部复核。爸，您不能因为几张流水就停我的权，公司不是小孩子过家家。二叔，外面已经看了2天了，不差这一场。爸，您这是逼我们。念安怎么办？他的代言怎么办？难道就因为宋念回来了，念安这些年的努力都不算了？对不起，我弄脏了。这是你家，不用你赔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在这里吃饭睡觉，弄脏桌子、打翻杯子都不用赔。你是我的女儿，不是来借住的客人。可是姐姐生气了。知涵，念安是小孩子，她只是太委屈了，你不能为了宋诺诺凶她。小孩子犯错，大人教，不是拿委屈当理由。爸爸，姐姐不是故意的，她就是不开心。妈妈说做错事的大人很坏，可小孩有时候只是没人教。念安，给诺诺道歉。如果诺诺找到你们，请告诉顾之涵，我没有拿那笔钱，我找过他，可是消息发不出去。诺诺还小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别让他替我挨骂。妈妈说话了。没有，他没有骗人。那他们为什么骂妈妈？这个问题我也想问。目前能打开的有4类：第一，音频片段，一共6段，还没完全修好；第二，剧本文件，应该是宋婉堂生前写的，有几张没保存完全；第3，医院缴费记录扫描件；第4，手写日记扫描件。叔叔，
妈妈的声音会从这里出来吗？会，但是有些地方可能听不清。听不清也没关系，妈妈咳嗽的时候说话本来就小，我可以凑近一点。不用凑太近。如果这话能被听到，说明我大概没办法亲自解释了。妈妈，3年前顾之涵出国拍戏那晚，我给他发过消息，有人来剧组找我，说顾家不会认我，更不会认孩子，他们让我拿钱走，还让我签声明。我没签。我试过联系他，电话打不通，消息发出去以后很快没了。我那时候才知道，不是他不回，是我可能根本送不到他面前。后面还有日记扫描，时间能对上。继续放。诺诺，要不要先去吃点东西？我要听妈妈说话，我很久没听见了。爸爸妈妈那时候是不是很疼？是我来晚了。你现在来了。这是他没公开的日记，时间在离开剧组之后，诺诺出生前。他那时候还写这些？写到住院前2天。他到底一个人撑了多久？这个我见过，妈妈把它夹在锅盖下面，江婆婆说不能弄湿。你妈妈那时候还写剧本吗？写呀，妈妈说写完就有钱了，可以给我买粉色雨靴，可是电脑老是黑，她就用本子写。我给她吹纸，她说我很有用。这是他没公开的剧本片段，文件创建时间在他离开剧组后，最后修改时间在他住院前2天。妈妈说剧本写完人就不会白疼，她那时候病成那样还在写。顾之涵，如果你听到这里，不要在诺诺面前骂人，他胆子小，别人声音一大，他就以为自己做错了。妈妈还记得我胆子小。他一直记得。妈妈怎么什么都知道呀？爸爸，你演哭戏的时候也这么难过吗？不是演，是因为妈妈，也因为你。妈妈说大人做错了要记得改，贴上就不能忘。你以后看见小兔子就记得早点回家，记得吃饭，也记得不要把妈妈弄丢。对不起。知道错就好，下次要改，不可以一直对不起。妈妈说对不起说多了不顶饭。先别急着只发声明，证据链还没完。他这段音频里提到消息被删，我已经让人查3年前通讯记录，能查到。有难度，但不是没痕迹。你当时用的是顾家安全系统同步账号，老宅内网有登录记录，只要没被完全清掉就能扒出来。我去安排声明，把宋婉堂相关恶意词条全部走法律程序。小叔叔，你要扒什么？土豆吗？不是土豆，是坏人的皮。别叫他这个，是查坏人的记录。那可以，坏人要写检查。顾律师，查到了，顾老师出国拍戏那晚，宋婉彤确实发过一条消息到他的私人账号，内容只恢复出一部分。读，他说有人逼我签东西，我没有拿钱，我怀孕了，孩子是你的，你能不能后面的字断了？删除时间，消息送达4分钟后被登录设备删除，不只是删除对话，还清了云端同步记录，操作很熟练。设备位置：顾家老宅内网2楼西侧书房。我那时候还在飞机上。2楼西侧书房不是2审常用那间吗？当晚老宅门禁显示，赵曼晚上9点12分进了西侧书房，10点05分离开。删除操作发生在9点48分。找他，找。不止找他，还要把当晚谁在老宅，谁碰过你的设备，谁有账号权限全列出来。之涵，那条消息如果你看见了，我没看见，可他以为我看见了，也以为我不信。爸，你又叫我们来，是不是陈州又查出什么证据了？这2天我们一家被折腾成什么样，你也看见了。你先看，宋婉堂那边的东西就一定可信吗？他人都不在了，留几段录音，谁知道是不是为了让孩子进顾家？妈妈没有骗人。小孩子不要插嘴，大人在说正事儿。他说的就是正事。
这是当年宋婉堂离开前留下的协议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。顾之涵放弃孩子监护权，宋婉堂自愿离开，他不是被赶走的，是双方协议。爸爸，你以前不要我吗？没有，我不知道你在，真的。真的吗？孩子，你爸爸现在当然这么说，可大人说话有时候不能只听嘴。闭嘴！我说错了吗？你们拿宋婉堂的录音说事，我拿协议就不行？顾家不能只听一笔编的话。纸张不错，是不错，就是新了点儿。什么意思？这批纸是顾氏法务部专用纸，有内嵌批次码。你这份协议日期写的是3年前8月16日，但这批纸入库日期是9月20日。二审，你们家的文件会提前1个月用未来的纸。这张批次可能是后来补打归档。好，那看签名。3年前8月，哥在国外拍动作戏，右手腕骨裂，医院记录和剧组保险记录都有。他那段时间签名都用左手，笔画很慢，末尾会抖。可这份协议上的签名，右手习惯很明显，落笔很稳。我那时候连拿筷子都疼。电子归档记录。妈妈，这个也是别人害你吗？我不知道助理怎么回事，可能是他弄错了，可能是有人拿我团队账号做事。二审，你团队账号挺忙，一会儿投屏，一会儿上传假协议，再忙下去都该发年终奖了。爸爸，我可以看看那个纸吗？那里有小兔子。这是宋婉堂的习惯，他以前就喜欢贴这些东西。背面右下角确实有只小兔子贴纸，哪里不对？不对，妈妈贴重要东西从来不贴空白处。她说空白处没用，会浪费贴纸。她会贴在名字旁边，或者贴在写错的地方，像小补丁一样。这个小兔子的位置不对，它像是后来有人为了装成妈妈随便贴上去的。连诺诺都看出来了。爸爸，这张纸也在撒谎吗？是。那妈妈会不会很生气？她不用生气，我替她讨回来。小孩子随口一句你们也信？他才3岁半，懂什么文件？宋婉堂贴东西的位置他能记得那么清楚？我记得，妈妈贴纸很少，每次贴都要想很久。她说小兔子不多，不能乱用。你妈妈教的真好，连这种时候都能帮她说话。你再说一句。你别看什么都像问题，一份文件放了3年，边角有损伤很正常。扫描边缘，做纸张纤维北壁，再查背面压痕，看看贴纸原本附近有没有文字残留。小叔叔，他会弄疼小兔子吗？不会，他只是拍照，比我们眼睛看的细。那你告诉机器要轻一点。轻一点。顾律师，原件确实被裁剪过，现在这份所谓的放弃监护声明只保留了左侧一部分文字，后面应该还有内容。继续。我没有收钱，我怀孕了，有人逼我签声明。如果我出事，请把这份说明交给顾晨传。爸爸，妈妈真的写了没有收钱。这根本不是放弃监护声明，是宋婉堂留下的求助说明。有人裁掉后半段，重新排版，拼成了所谓协议。报警！爸，不能报警，这是顾家的家事，一报警全城都知道了。爸，事情还没查完，就算文件有问题，也不能证明是我们做的。您这样报警，是把顾家自己往外送。二叔，你说的对，得让警方查，我们自己查，你们不认，警方查正好。妈妈，这是假的吗？娘，别听他们说，妈妈没有做错，是他们要害我们。你吓到他了。顾之涵，你现在眼里只有宋诺诺了，对吧？念安教了你几年叔叔，你一点都不心疼他。心疼孩子，不等于放过大人做错事。幼儿园信息被曝光了，名字、班级、接送门口照片都有，还有人把诺诺以前穿旧鞋的照片翻出来，说她是被训练出来卖惨的。我的小椅子也被拍了吗？
什么小椅子？幼儿园有我的小椅子，上面贴着诺诺，别人会不会做错？立刻联系幼儿园，安排专人处理。另外，通知法务部准备相关声明，报警回执发出去。所有泄露未成年人信息的账号，取证起诉，已经在做。幼儿园那边也联系了，临时停课1天，安保家人。诺诺的同班家长群有人转发照片，我会单独处理。那我还能上幼儿园吗？能，但要等爸爸把坏事处理完。小朋友会不会问我是不是争产娃？争产娃是什么？是要蒸饭吗？不是，那是别人乱说。不能再等了，热搜已经从宋婉堂身上烧到诺诺身上，后面还会有人继续放料。开说明会吧。我也同意。之前我们怕亲子鉴定没出，怕证据不完整，现在第2份鉴定有了，500万流水有，假声明还原也有了。再沉默，外面会默认那些脏水是真的。诺诺，你觉得呢？你怕记者吗？怕，他们灯一闪一闪的，像幼儿园拍照那天，但是比那个凶。那你可以不去。可是他们骂妈妈，我想告诉他们，妈妈没有钱，妈妈只有8块6。那就站3分钟。3岁半儿童上台公示不能超标。有工资吗？有，草莓蛋糕。那可以。不想说就不说，怕了就拉爸爸的手。现在先拉一下，练习。好，我去安排时间，说明会尽量控制在1个小时内。感谢各位到场。今天说明会只回复3件事：宋诺诺身份、宋婉堂女士名誉，以及近期针对未成年人的恶意曝光。顾老师，请问您是否承认宋诺诺是您的亲生女儿？承认。第2次亲子鉴定由权威机构完成，全程录像，结果支持我与宋诺诺存在亲子关系，概率超过 99.99%。从今天起，她是我的女儿。那第1份不支持的报告怎么解释？第1份报告涉嫌伪造，公章、样本编号、后台记录都有问题，相关证据已经提交警方。所有证据都会公开，但不会容忍继续伤害孩子。宋婉堂当年收取顾家500万离开，这件事是否属实？不属实。现有流水显示，所谓500万账户只是挂名宋婉堂，资金到账后3分钟被拆分转入顾明远关联公司及赵曼娘家咨询公司。宋婉堂没有实际使用那笔钱。顾老师，这是否代表顾家内部有人陷害宋婉堂？警方会查，3年前伪造转账、删除求助信息、伪造声明、泄露未成年人信息，顾家不会私了。爸爸，私了是什么？就是偷偷算了。不能算了，妈妈被骂了好久。诺诺，你现在来到顾家，会想当顾家的小公主吗？我不是来当小公主的，我是来找爸爸吃饭的。妈妈说爸爸也要出1半饭钱，可是爸爸说以后不用报销了。我还在想这个账怎么算。这个账爸爸慢慢还。另外提醒各位，宋诺诺是未成年人，继续传播她幼儿园住址照片的账号，我们会一个一个告。今天不是卖惨，也不是炒作，是澄清，别把孩子当流量。顾年，你还当小主吗？我妈妈说你不是顾家最喜欢的小孩了。你们胡说！念安小姐，回老宅吗？不回，我要找妈妈。明明以前大家都喜欢我，是她来了以后才变成这样的。赵曼女士，关于伪造文件、恶意投屏、涉嫌买通人员、删除通讯记录等情况，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我没有做，你们凭什么带我走？那些都是顾晨舟一面之词。证据已经提交，不用写。你非要把一家人逼死吗？宋婉堂也是人，她被逼的时候，你把她当一家人了吗？妈妈，简安，妈妈是被害的，你要记住，是宋诺念抢走了你的一切。我没有抢姐姐的东西。你有爸爸了，你有爷爷了，大家都心疼你了，你还说你没抢？你当然帮他，你现在是他爸爸。念安，记住妈妈的话，别让他把你的东西全拿走。爸爸，姐姐是不是很讨厌我？不是你的错，诺诺，不是所有人的眼泪都要你负责。爸爸，我以后是不是要离姐姐远一点？爸爸会